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的中国风美妆，清新脱俗，展现个人品味和气质的独特。杨紫的中国风千金妆，顾名思义，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妆容风格相结合。她的妆容风格具有独特鲜明的特点，整个妆容呈现出一种含蓄内敛、优雅华贵的美感。这类妆容通常以庄重、淡雅的色调为主，特别注重眼部和唇部，以展现高贵典雅的气质。杨紫作为中国现代青年演员的领军人物，其公众形象受到广泛关注。尤其是近年来，她出演的影视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。她标志性的中国风儿媳妇妆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和热议。这种化妆风格以其精致、优雅和柔和而闻名。那么，这种妆容有什么独特之处呢？首先需要指出的是，杨紫所穿的中国风千金妆在色彩的选择上特别讲究。她认为民族风是一个人气质和修养的象征，所以她特别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白色或黑色。人们通常倾向于选择显得庄重、优雅的颜色，如柔和的粉色、暖橙色等。此外，她还喜欢用鲜艳亮丽的色彩进行妆容设计。这些颜色不仅有助于凸显皮肤的白度，还能让整体妆容显得更加高贵优雅。此外，眼妆也是这类妆容的核心部分。她喜欢用比较柔和的黑色眼影来填充眼睛凹陷的地方，让眼睛看起来更圆更饱满。杨紫一般倾向于选择一些相对自然的眼影色调，比如棕色、米色等。同时，为了突出眼部线条和立体效果，她还会用眉笔修饰眉毛，让眉毛显得更粗、更直、更圆，增添美感。她还会在眼尾处画上一些细小的眼线，让眼睛看起来更加有神。另外，她还会使用一些能够提亮眼睛的闪粉眼影，让眼睛显得更加明亮有神。其次，唇妆也被视为此类妆容的核心元素。在嘴唇上涂上一层薄薄的透明粉后，可以形成非常明显的反差效果，让整个人更有魅力。杨紫一般倾向于选择比较自然的口红颜色，比如粉色、橙色。为了让嘴唇显得更有立体感和形状，她还会在嘴唇中央添加一些柔和的唇彩或闪粉。除了上述特点之外，杨紫的中国风女儿妆还融入了其他微妙的细节和技巧。比如，她经常会选择一些有特色的产品进行妆容设计，比如口红等，这样不仅可以增加脸部质感，还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比如，为了保证妆容的高品质和持久度，她往往倾向于选择一些高端化妆品品牌。同时，还应注意不要画太多化妆品，以免破坏皮肤本身的自然光泽。此外，她在化妆前也会采取充分的保湿措施，确保肌肤保持水润光滑。整体来看，杨紫的中式儿媳妇妆展现出了极高的优雅和高贵气质。她对民族色彩的运用有着独特的见解，将各种色彩与不同风格相结合，创造出独特的妆容效果。这样的妆容不仅充分展现了杨紫独特的个人魅力，也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。她用自己独特、个性化的化妆效果，打造出有气质、有品味、有风格的女人。这种妆容在色彩搭配、眼妆设计、唇妆处理上都展现出其精湛的技艺和优雅的审美。显然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喜好和喜好，所以对于这个造型的评价也会因人而异。在这个充满个性与色彩的时代，每个女人脸上总会挂着一抹忧伤，那是属于她自己的美丽。然而，在这样的妆容中，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和谐融合，同时也体会到杨紫独特的个人魅力和气质。杨紫主演的4部古装剧，每一部都是经典。如果你没有看过其中任何一部，那将是一种遗憾。1. 长相思荒野中，人、神、魔共存，西炎、陈荣、浩灵3个王国和睦而立。荒野中的浩灵王姬九曜逍遥氏经历了100年的风雨，他不但失去了身份，连容貌都失去了。他定居清水镇，成为一个无处可去、无人依靠、无处可保的人。文小六。
很喜欢叶17的设定，人好看，被救了再报恩的感觉最好了。这个演员长得有点像肖战，不知道是他模仿的还是他自己的。他皮肤白皙，语气柔和，也许是因为这个角色是个雄性泼妇，他的手势看起来就是这样。2. 白蛇传。小白蛇白妖妖出为人，对世间一切都感到无知。在九溪山修仙的紫萱不解，却爱上了小白。历经生死，紫萱转世为药师徐轩。他在桃花劫上认识了白妖妖，几经波折，两人终于结婚了。深情的李处又回来了。任嘉伦饰演的紫萱温润如玉，演技精湛，主演杨紫、子君的表演也十分精彩。缺点是剧情薄弱，七杀等设定太多，妖仙斗争盖过了人蛇爱情的主线剧情。3. 香蜜沉沉烬如霜。尽管他是神，但他仍然被爱情所困，陷入了自己家族的世界。花神子芬差点被爱情害死，临死之际，他将流星丹喂给刚出生的女儿锦觅杨子氏，帮助她斩断爱情，避免万年惨案的发生。爱灾难，以后谁会说杨子的原声不好呢？我该担心谁？感叹号！感叹号！我喜欢锦觅和旭凤，两位演员演的都不错，陈钰琪饰演的柳莹也不错。4. 沉香片。燕丹杨子氏本是古老家族四叶凤的后裔，自古以来，她的全身都是药宝。因为她和双胞胎妹妹知悉提前100年前在太后的宴会上化为人，所以遇见了她。人生最大的劫难爱情劫。燕丹一直反对天道规则，我生性喜欢打破规则，向往自由，尊重人权。他厌恶这种颓废的天规，也厌恶无人质疑或者无人敢质疑天规的天规。肖战新剧女主长得不好看，被批评像王祖蓝、孙楠，女二却轻松被压倒。古装玄幻剧《玉骨》开播，引发广泛讨论。顶流男肖战和00后小花任敏的主演让观众对该剧充满期待。然而事与愿违，肖战并没有成为讨论的焦点，相反，任敏成为了人们讨论的话题。肖战在剧中的表现还是比较正常的，唯一被指出的问题是他扮演的角色需要做作。不过这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嘲讽，或许是因为大众对于男明星的颜值要求比较低。肖战颜值高，状态也好，没有人对他提出任何抱怨。相比之下，任敏却收到了一些关于他外表的负面评论。他的妆容、发型、造型、外貌都成为了被诟病的对象，甚至有人说他笑起来像孙楠。这些吐槽的核心问题是观众认为任敏的颜值不够高，造型不当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印象。但我们应该认识到，一个演员的颜值不应该成为评判其演技和表演能力的唯一标准。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才华，他们应该被认可和欣赏的是他们在剧中的表演，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外表。作为一部古装玄幻剧，《玉骨》更应该注重剧情和人物塑造，而不是过多注重演员的颜值。观众也应该给予演员更多的支持和鼓励，而不是仅仅因为外表而批评他们。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，演员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评价和批评，但我们应该客观、中立地看待他们的努力和贡献，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认可。毕竟他们的演技和演技才是真正能够影响剧集质量的重要因素。剧中，女主角任敏饰演的公主有2场舞蹈戏，在其中一个场景中，她穿着古装跳舞。如何曾经加了皮肤美白滤镜后的镜头，让人觉得不雅观，甚至让人怀疑导演是不是在恶搞。这些镜头可能会让普通观众感到困惑，不明白女主角为何在禁区跳舞，引发人们对她的身份和理智的质疑。然而剧本中的男主角却被女主角的舞蹈所吸引，立刻爱上了她。这个剧情让观众信服。相比之下，女2号王楚然的跳舞场面更赏心悦目。虽然镜头和舞蹈动作比较简单，但观众会觉得比较过瘾。这可能是因为她的舞蹈更加自然流畅，没有过多的后期处理，给人一种纯粹的美感。与此同时，在同时播出的现代剧中，
任敏简洁清爽的发型和妆容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。她的风格比较符合现代审美，人们不会批评她的外表。这也体现了建模团队的不同做法以及对人物形象的不同理解。化妆对于明星来说只能是锦上添花，而明星的颜值才是决定其好看与否的关键。然而，任敏的外貌问题却被曝光。宽阔的鼻子暴露了她鼻子不够精致的问题，拉低了她的整体颜值。任敏的颜值平平，加上造型也不靠谱，这让她看起来不如女2号王楚然的高颜值。5战场面中，任敏连女3吕雨晓都打不过，至少在颜值上，陆雨潇略占优势。即使在朴素的外表下，王楚然依然华丽的足以压倒女主角和女3号，而且在同一个场景中，她的颜值更加突出。在抠图感较强的场景中，任敏和卢雨晓的造型变得更加普通。放在以前，她们是绝对不可能扮演公主的角色的。相比之下，王楚然在同场戏中表现更加出色，完全靠颜值取胜。不过，任敏的颜值在偶像剧中有些吃亏，但她却很有少女感，而在玉骨中，她成功地展现了一个女孩的率性。在一些昏暗的场景和只露出侧面的镜头中，任敏并不丑，导演需要一些技巧来捕捉她的美。然而，目前影视行业的处境却令人尴尬。出演偶像剧的明星大多颜值高，但演技并不好。只有少数颜值与演技兼备的明星才能脱颖而出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